大家好，我是真言。最近北京这邊突然開始高調上演一出共產主義兄弟情的大戲，動作密集到有點反常。3月28日，中共駐古巴大使直接出現在哈瓦那港口，親自交付第3批緊急糧食援助1.56萬噸，一點不低調，還特意強調什麼命運共同體。你以為這就完了？還沒。2天後，3月30日，中國這邊突然宣布恢復北京直飛朝鮮平壤的航線。注意，這條航線已經停了整整6年，現在說開就開，飛機直接落地平壤，節奏非常急。一個送糧，一個通航，看起來像是在拉兄弟一把。但問題是，為什麼偏偏是現在？說白了，這不是溫情，是焦慮。過去那些被當作自己人的小兄弟，現在正在一個個發生變化，有的已經出問題，有的開始搖擺，還有的乾脆再重新選邊站。原本那套抱團取暖的陣營邏輯正在一點點鬆掉，而且最關鍵的是，這些小兄弟正在變成不穩定因素。先看朝鮮這邊。3月23日，朝鮮召開第15屆最高人民會議第1次會議。這種會議表面上看就是國家最高權力結構的例行運作，人事調整、程序確認，一切按部就班。但這一次真正引發外界注意的不是人事，而是一個被刻意低調處理的細節。朝鮮通過修憲，直接把原本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改成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社會主義這4個字被正式刪除了。這一步看起來只是改個名字，但實際上分量很重，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動。在這之前，憲法裡和共產主義相關的表述已經被一點點弱化稀釋，而這一次不是在做技術性調整，而是連社會主義這塊最核心的招牌都直接摘掉了。表面上，朝方給出的解釋還是那套標準說法，適應革命發展新階段的需要。但問題是，放在現在這個國際環境裡，這種解釋明顯不夠用。因為社會主義這幾個字從來不只是一個國內制度標籤，它過去幾十年其實是朝鮮和中國、古巴、越南之間最關鍵的一條意識形態紐帶。現在這條紐帶是被主動剪掉的。這意味着什麼？至少在外界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內部調整，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降綁定。朝鮮在主動降低自己和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捆綁程度，給自己騰出更多的戰略空間。換句話說，就是不想再被固定在某個陣營裡了。過去那種站隊式的身份認同正在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現實的一套邏輯。誰對自己有利就往哪邊靠，而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就在不久前，伊朗在軍事和外交雙重壓力下，已經出現明顯的戰略收縮。中共這邊也試圖通過外交斡旋去穩定關係，但效果很有限，尤其是在能源、通道這些核心問題上，並沒有得到預期回應。這其實已經說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過去那種靠意識形態維繫的關係，到了關鍵時刻是不一定靠得住的。朝鮮顯然也到了這一點。當外部壓力不斷上升，當被針對的風險越來越具體，如果還繼續高舉某種意識形態標籤，很可能不再是資產，而是負擔，甚至變成被鎖定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主動調整敘事，甚至乾脆切割標籤，就變成了一種非常典型的自保策略。還有一個更敏感的判斷，現在也開始被越來越多人提出來。如果伊朗局勢繼續往下走，那下一個被重點盯上的對象，很可能就是同樣具備核能力的朝鮮。在這樣的預期之下，平壤現在的每一步動作就不只是內部修修補補，而是在對外釋放信號。我在調整，我不想被歸類，我也不想成為下一個目標。更耐人尋味的是北京這邊的反應。對於這樣一個明顯觸及意識形態根基的重大變化，官方層面卻異常低調，相關報道基本是一筆帶過，不展開，不解釋，更不去觸碰背後的政治含義。這種刻意的安靜，
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因為一旦把話說深，就繞不開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如果連一直被認為最穩的這個盟友都開始主動淡化社會主義，那中共這些年反覆強調的那套意識形態敘事，到底還能撐多久？要說中國和朝鮮的關係，外界一直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血盟。這個說法不是隨便來的，早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共直接出兵支援朝鮮。這段歷史後來被雙方反覆強調，包裝成鮮血凝成的友誼。再往後，1961年，兩邊還簽了一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裡面是帶有明確軍事互助意味的。理論上，一方被打，另一方要幫。從歷史和制度上看，這確實一度接近準軍事同盟。但問題是，這種關係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穩。根據中央社的報道，最新披露的解密文件顯示，早在1990年代中期，這條血盟就已經開始出現裂痕了。背景很簡單，中韓關係突然升溫。中韓建交之後才3年，北京這邊就決定安排江澤民在1995年11月訪問韓國。這個動作直接把平壤給惹火了。其實早在同年6月，朝鮮內部會議上就已經公開點名批評中韓越走越近。更關鍵的是，他們在對中方的溝通裡態度非常硬。你中國可以和韓國搞高層互動，那我朝鮮也可以去發展和台灣的關係。這話什麼意思？就是直接對等施壓。甚至朝方還放話，如果江澤民真的訪韓，不排除在對台關係上採取實質動作。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種話都說出來了。同一時期，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訪問朝鮮，也明顯感受到對方的不滿，尤其是針對中韓之間逐漸展開的軍事交流，情緒是很直接的。北京這邊其實一度是有點猶豫的，要不要改時間降一降刺激，但最後還是選擇按計劃推進。1995年11月，江澤民照樣訪韓，不過從後來披露的細節看，北京在推進對韓關係的同時，也在做一件事，盡量安撫朝鮮。比如在峰會準備階段，刻意淡化一些敏感表述，避免觸碰紅線。對外也一直強調所謂平衡外交，反覆講韓國和朝鮮都是友邦，不會選邊站。說白了，就是一邊往前走，一邊不斷回頭安撫。這其實已經說明一個問題。中朝之間從來就不是單純的鐵板一塊，與其說是同盟，不如說是3件事同時存在：合作、博弈、防範。從北京的角度看，朝鮮最大的價值其實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地緣位置。它卡在中美韓之間，是一個典型的緩衝區。一旦朝鮮出事，政權崩潰，美韓力量往北推進，直接頂到中國邊境。這是北京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中共的底線其實很清楚：朝鮮不能倒，但也不能亂，太弱不行，會崩；太激進也不行，比如頻繁核試、軍事挑釁，這些同樣會把中國拖進外交和安全壓力裡。而從朝鮮的角度來看，對中國的態度就更複雜了。一方面，經濟上確實高度依賴。能源、糧食、貿易很大一部分都離不開中國，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安全上，他一直是高度警惕的。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之後，這種防着你又用着你的狀態更明顯。他的策略其實很現實，在大國之間找平衡，誰能給資源、給安全，就往誰那邊靠一點。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朝鮮和俄羅斯的關係在明顯升溫。朝鮮不會把自己完全綁在北京身上，在這種背景下，再看北京最近恢復航線這個動作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是想把經貿、人流這些重新拉起來，維持影響力；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在盯着看，觀察朝鮮下一步會不會繼續調整方向。同樣的邏輯其實也正在用在古巴身上。2025年12月，美國總統川普直接出手，宣布對所有往返委內瑞拉的受制裁油輪進行全面封鎖，相當於把馬杜羅政權的輸血管一刀掐死。
這一連串高壓操作，不只是打委内瑞拉，更是順帶把長期抱團取暖的古巴一起拖进深水区。等到马杜羅被直接拿下之後，古巴的情況可以说是徹底失控。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糧食不夠吃，電力3天2頭斷，能源全面緊張，普通人已經被逼到極限，甚至出現了民眾衝進政府大樓直接縱火的極端情況。這種畫面在過去的古巴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更關鍵的是，古巴自己也扛不住了。2026年3月17日，副總理奧斯卡·佩雷斯·奧利瓦突然宣布大放水，搞自195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经濟開放，私營經濟放開，允許海外僑民，包括以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可以回來投資、開公司、開外幣賬戶，甚至可以拿地種地。說白了，這已經不是改革，而是體制開始鬆動了。過去那套計劃經濟實際上已經撐不下去了。美元重新成為硬通貨，外資和僑資開始往核心領域滲透，很多當年被沒收的資產，換個投資的名義又回來了。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後面就是典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意識形態的殼子很快就會被現實一點點掏空。與此同時，美國的態度也非常直接，不僅盯着委內瑞拉，還給古巴遞了最後通牒，意思很清楚，這個政權要麼自己調整，要麼就等着被動手。為什麼美國這麼上心？因為古巴的位置太敏感了，就在美國家門口，離佛羅里達不過90英里。對習近平來說，這裡就是一個天然的橋頭堡。2018年，古巴加入“一帶一路”之後，兩邊關係一路升溫。到2023年，《華爾街日報》直接爆料說，中國在古巴搞電子監聽設施。2024年，美國情報進一步確認，從2019年開始，這些軍事和情報點就已經在運作了。像貝胡卡爾、瓦德羅、卡拉巴扎爾這些地方，被認為是信號情報站點，專門盯着美國的軍事通信、航運甚至太空活動。到了2026年，這些設施還升級了，開始用更高級的天線陳列攔截加密通信，投入金額也不小。軍事層面也在同步加碼。2025年，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和古巴防長會面，明確要把軍事關係提升到新水平，包括裝備、訓練、合作一整套，再加上發電機、資金援助這些。看起來是民用，實際上對軍事後勤也是直接加持。說到底，中共看重的就是古巴的地理位置，這裡可以彌補對美國本土情報的盲區，甚至幫助判斷美國的反應速度和全球打擊能力。簡單講，就是把古巴當成插在美國後院的一根針。但現在這根針正在被美國準備連根拔起。2026年一開局，美國先動委內瑞拉，再打伊朗，連霍爾木茲海峽的威脅都在系統性清除。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已經不止一次公開點名，古巴是下一個。這對北京來說是非常尷尬的局面。古巴一直被當作拉美反美陣營的象徵，也是全球南方敘事的一個樣板。如果古巴真的變天，那不只是面子問題，而是整個戰略敘事都會被撕開一個口子。但問題是，中共現在其實也很被動，真要硬頂，風險太大，容易被美國直接點名收拾。完全不管，那更難看。小弟被按在地上打，老大在旁邊看戲，這以後誰還跟你混？最後的結果就是變成了現在這樣，既不敢出手，也不能完全不表態，只能象徵性支援一下，送點物資，比如大米。官方說法叫雪中送炭，外交口徑則是堅定支持古巴維護主權，反對外來干涉。說白了就是嘴上撐場面，行動盡量收着。至於真正的硬支持，比如軍事層面的，目前來看更多還是有這個想法，但沒這個膽子。要知道，過去幾年中共一直在強化所謂共同體、陣營制度優勢等敘事，希望在全球範圍內維繫一種意識形態影響力。然而，伊朗戰爭讓外界看清了中共的真實嘴臉。
3月31日，川普再次公開表態，敦促各國參與霍爾木茲海峽的護航行動，否則就只能自己想辦法獲取石油。在當前中東局勢緊張、關鍵能源通道安全受威脅的背景下，甚至連運往中國的油輪也一度受阻或遭遇襲擊。就在這一敏感時刻，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會晤後，對外提出所謂5點倡議，其中明確呼籲各方保護滯留在霍爾木茲海峽以內海域的船只和船員安全，並盡量恢復正常通航。這一表態引發外界關注。在長期強調自身軍力與國際地位的背景下，中方並未展示獨立護航能力，反而轉而呼籲各方共同保障航道安全。考慮到中國在海外擁有包括吉布提在內的軍事存在，且海軍航艦長期執行遠洋任務，此番表態與其一貫對外塑造的大國形象形成明顯反差。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已有2艘驶往中國的油輪在該海域受阻，這從側面反映出中方與伊朗之間的溝通協調並不順暢。在局勢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下，伊朗方面的軍事行動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目標識別能力下降，部分襲擊甚至可能波及非預期目標。有消息稱，迪拜附近港口已有油輪遇襲起火，其目的疑似為中國港口。在伊朗承受軍事壓力的同時，中方既缺乏直接干預能力，也未對相關威脅採取明確立場。現在看來，伊朗和委內瑞拉都在慢慢看明白一件事：當真正面對美國軍事壓力的時候，中共能提供的支持其實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幾乎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選擇其實也不難理解。雖然伊朗是戰略夥伴，但中國在中東真正的經濟重心並不在伊朗，而是在海灣國家。舉個很現實的數據對比，中國和伊朗的貿易規模大約100多億美元，但和沙特、阿聯酋的貿易都是上千億美元的級別。換句話說，真正重要的利益不在伊朗，再加上伊朗向周邊國家發射導彈，本身也讓局勢更加複雜。這對北京來說其實是一個風險放大器。所以北京選擇按兵不動，也正因為如此，一種看法正在逐漸形成：中共的這些夥伴關係本質上更像是生意關係，而不是安全同盟。有利益的時候可以合作，但真到了軍事對抗層面，基本各走各路。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